I don't know. Why don't you know? It was in yesterday's lecture. I can't remember. Yes, you. 直到女孩被彻底激怒，说出印第安语。You volcano! You will not speak that godless filth in my... 女孩情绪失控，一把撂倒老修女，接着一拳一拳地打在老修女的脸上。反观一旁围观的同学都在为女孩欢呼。随后，女孩和修女被带到了神父面前。神父简单了解情况后，看到了女孩满是伤痕的双手，他让修女把手放在桌子上。Would you recite 1 Corinthians chapter 13 verse 1, please? 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among angels... 修女背的一点问题没有，可神父还是不断地用戒尺抽打她，并且力道越来越大。Speak the verse, sister. Younger cymbalist. Clanging cymbalist. Faster, sister. And if I have all faith... Faster! So as to remove mountains, but have Faster! not love. Faster! But have not love. 直到女孩看不下去，请求神父停下。 Now look at that, Sister Marie. You beat the child and yet she begs for mercy on your behalf. Perhaps she should be the teacher. 可这种惩罚不会让修女丝毫悔改，相反日后会百倍还给女孩。惩罚完修女，女孩自然也不会幸免。I have compassion, but I have no mercy. 晚上的课程是教导印第安女孩如何沐浴，每个步骤都必须在修女们的监视下进行。女孩被打得皮开肉绽，也必须严格执行修女的命令。淌血的。他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公报私仇。他摸了一下女孩的额头，烫得吓人，接着把一盆冰块倒进浴盆给女孩降温。老修女说他们是来拯救这里的原住民的，他们会驱除原住民身上的恶魔，而使用的方式却简单粗暴。If you ever lay a hand on me again, I'll kill the rest of you. 第二天，采摘课上，修女不满印第安女孩的采摘速度，抬手就用戒尺抽打女孩。等到女孩醒来，已经被绑在椅子上。3名修女恶狠狠地瞪着她。今天，他们要彻底拯救这个印第安女孩。Do you want it? I don't want anything you have. Do you want to be saved? No, I don't. 接
戒尺被抽断了，就换一条新的继续抽。女孩终于无法忍受，开始求饶，接受老修女的拯救。在修女们的祷告中，女孩先是被剪断了长发，接着被扶进浴盆，然后就是惨无人道的洗礼仪式。晚上，女孩躺在床上，她知道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必须反抗，她要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做出回击。女孩临走前想带上闺蜜，可胆小的闺蜜不敢逃走。修女差一点被砸断了气，女孩不解气，骑在修女身上用纸巾堵住她的嘴，对侵略者开始宣战。修女终归没能活下来，女孩把戒尺烧红，然后烙在了老修女的脸上，属于她的复仇还在继续。第二天一大早，老修女的尸体就被发现，除她之外，那名猥亵女孩的变态修女也没能逃过女孩的复仇。最先遭殃的自然是女孩的闺蜜，慈祥的神父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可最终他也没能问出女孩的去处，他只能派出所有教徒在学校周围寻找踪迹。果不其然，在不远处他们就找到了女孩的踪迹。他立刻派出手下追踪，好在女孩凭着求生欲望走了很远。戈壁滩的夜晚最危险，女孩在这里遇到了一只饿狼，她害怕地爬上了石柱，惊险地度过了一晚。一觉醒来，女孩遇到了放羊的印第安。
生下则是自己的骏马，是死是活全凭他们自己的造化。如果生下的马跑了，那他们就会立刻被吊死。雅各布知道这几个人中肯定会有人活下来，他就是想让活下来的人告诉外界，惹了黄石的人是什么下场。可雅各布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决定差点让达顿家族灭了门。果不其然，经过不懈努力，杨官终于引来了一匹马，他拿到了马鞍上的一把匕首，在被吊死的前一秒割断了手上的绳子，成功逃过一劫。另一边，雅各布把杨官的羊群送给了附近的印第安部落。达顿家族之所以能在蒙大拿扎根，多亏了当年部落大长老收留詹姆斯一家，双方自然就此交好。第二天，达顿一家到镇上购物，返回农场时，雅各布让牛仔们在前方开路，他带领族人在后面跟随。结果当他们刚离开镇子时，杰克的未婚妻就中了一枪。Get out of the way! Get out of the way! No! No! Get out of the way! 敌暗我明，达顿一家只能迅速找到掩体进行飞击。敌人虽然人数众多，可黄石人可不是软柿子。好在前面的牛仔听到了枪声，知道大事不妙，连忙往回赶。可这时，雅各布后方突然开来一辆82年的劳斯莱斯，来者正是死里逃生的杨官。I'm a man of my word! Run. 一顿扫射后，黄石的牛仔终于反应战场，经此一劫，达顿家族损失惨重，约翰·达顿当场身亡，儿子杰克·达顿也身中一枪，族长雅各布身中数枪，生命岌岌可危。而雅各布清楚地知道，外界一旦知道自己重伤，就会有无数的势力前来掠夺黄石的土地，所以现在必须让远在非洲的斯宾塞回来，坐镇黄石农场，保住达顿家族的基业。雅各布的妻子卡拉立刻给斯宾塞写去了一封关乎达顿家族命运的家书。 Spencer, your brother has been killed. By the time you receive this letter, I suppose your uncle has been killed as well. Your nephew has been wounded. This ranch and your legacy are in peril. War has descended upon this place and your family. Whatever war you fight within yourself must wait. You must come home and fight this one. 男人独自喝着闷酒，可他浑身散发的野性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远处的富家小姐。 My friends are too intimidated to ask, so they sent me. Ask what? 在这狂野的非洲，斯宾塞浑身散发的西部牛仔气质，让这位富家小姐无法自拔。尤其当她知道斯宾塞的身份后，立刻深陷其中。You don't see the romance in that. 可天不遂人愿，富家小姐今晚要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订婚。当然，这是一场家族联姻。山德拉并不幸福，男人和自己梦中的另一半相差甚远。山德拉出来透气时，再次遇到了喝酒的斯宾塞。 You're just like wildlife here. 山德拉这才知道，斯宾塞明天一早就会离开这里。这次他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Perhaps you'd whisk me away on yours. You wouldn't like mine. Don't bet on it. Alexandra! 第二天一早，当斯宾塞准备出发时，看到了远处的山德拉。斯宾塞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和山德拉远远地做了道别。斯宾塞独自离开了这里，两人互相注视着对方，直到车子远去。 Stop the car. Got room for another? No, not really. My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Alexandra! Please drive. Look at me. If you don't want me to come, I'll get out. Where I'm going is dangerous. Let's look death in the eye then, shall we? Fi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两人一路来到非洲东部，斯宾塞带这位英国小姐见识了非洲的狂野和美丽，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不到一天就私定终生。 Marry me. That's a statement. It's a demand. You're Americans, Bridge. Yes, ma'am. 可大喜过后就是大悲，两人被突然发狂的野象袭击。
好在经验丰富的斯宾塞射杀了野象，可车子受损严重，没法再开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为了躲避夜晚觅食的野兽，他们只能爬到树上。两人互相依偎，准备度过漫长的一夜。深夜，大象的尸体引来了狮群，没多久，狮子就发现了树上的斯宾塞两人。多亏斯宾塞枪法神准，经验丰富，暂时击退了狮群。幸运的是，搜救队根据枪声找到了他们，两人逃过一劫。就当两人打算在这里没羞没臊的生活时，斯宾塞收到了黄石的来信，两人不得不赶回农场进行属于黄石人的复仇。就在不久前，老约翰爷爷的父亲约翰一世当场身亡，二代家主雅各布身中数枪，而老约翰的爷爷杰克达顿以及奶奶丽兹也都负伤。除此之外，同行的丽兹的父亲也不幸遇难，整个达顿家族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没过多久，达顿家族迎来了首位不速之客，丽兹的母亲，女儿重伤，丈夫不幸身亡。这位母亲当即决定解除婚约，带丽兹回到东部养伤。Oh, no disrespect, Miss Stratford. I ain't marrying you. Jack. I'll discipline my own nephew.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就是黄石农场的女人，骨子里流的就是达顿家族的血。事到如今，达顿一家只能希望斯宾塞能尽快回来主持大局，而重伤昏迷的雅各布也渐渐好转。但现在这副模样仍不能让外界知道。卡拉则每天都去邮局，希望能得到侄子的回信。 Okay, but not today. 更糟的是，家族中其他成员经此一役变得一蹶不振。杰克的母亲每天守在丈夫的墓前，对于她来说，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终于在一个深夜，短短几天，年轻的杰克失去了父母，他变得沉默寡言，没日没夜地在黄石农场内巡逻。如今，不可一世的达顿家族只剩下4人。好在斯宾塞已经启程回家，可在100年前，从非洲回到蒙大拿，就算一切顺利，也要1个月的时间。可不幸的是，两人被告知这里并没有直达美国的邮轮，他们必须先到伦敦，然后转乘到美国。可最近一班到伦敦的邮轮要3个星期以后才出发。回家心切的斯宾塞不可能在这干等3个星期，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回家的办法。另一边，杨官和富商已经开始行动。讽刺的是，他们采取的方式竟然和后来贝斯保护农场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买下了黄石周边所有土地，要慢慢蚕食掉黄石农场。 We'll choke this Dutton out. 而黄石农场内，杰克担负起了农场的日常事务。根据雅各布的指示，他们必须卖掉母牛维持农场的日常开支。等到斯宾塞归来，可母牛是农场的根基，这无异于慢性自杀。牛仔们看不到前途，已经有人擅自离开。杰克想不明白，叔叔为何一再忍让，这不符合达顿家族的作风。 You can't win. No leader can't win without a leader. I can lead him. I won't follow you. Not yet. It must be done right. 与此同时，斯宾塞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式。一个老头正在招募水手去往伦敦，可老头的船太小了，根本找不到人。斯宾塞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但这老头着实有些诡异，回家的路可能不会顺利。斯宾塞带着山德拉来到码头，由于非洲没有发电报的地方，斯宾塞先是找到了一艘停靠的军舰，给家里发了一封自己要回家的消息。接着两人找到了老头的船，不过这船着实有点破烂。 I didn't think those were supposed to leave the harbor. Which one's leaving the harbor? 可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登上了老头的破船。这艘年纪和老头差不多的小船就这样驶向了大海，而这一路注定千难万险。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老头就发现了不远处有艘巨型幽灵船，这家伙可是比海盗还恐怖的存在。这种船都是因为锅炉爆炸，船员弃船逃走，但船就这样随着洋流飘荡。幸好老头经验丰富，提前发现了危险，破船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巨轮。斯宾塞和山德拉看着眼前的巨无霸，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段旅程的艰险。晚上，3人要轮流值班，老头在给2人介绍完如何驾驶后，就回到船舱休息。到了换班的时间，斯宾塞看到老头的样子，打算自己回到驾驶室继续值班。怎料老头醒了过来，斯宾塞直言老头需要休息。 It's my watch. Oh man, you need to rest. 可老头突然暴怒， It's my fucking ship. Only one gives orders here. Me. 等到斯宾塞醒来时，突然听到了引擎的异响。来到驾驶舱的斯宾塞发现，老头竟然已经凉透了。斯宾塞立刻通过电台求救，可话还没说完，斯宾塞发现之前的那艘巨轮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斯宾塞来不及多想，立刻重启小船，猛打舵轮想避开巨轮，可为时已晚。 小船被彻底撞翻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过了多久，斯宾塞拼命挣扎浮出水面。可当他艰难爬上小船时，却始终没有发现山德拉的踪迹。他大声呼喊：“
终于在船舱内听到了声音。斯宾塞一头扎进海中，在船舱内找到了即将被淹没的山德拉。他让山德拉抓紧绳子的一头，在斯宾塞的带领下，两人成功逃出船舱。斯宾塞知道他们只是暂时逃过一劫，缺水和暴晒将是接下来面对的两大难题，所以他必须再次下水，去船舱内找些必需品。临走前，斯宾塞再三嘱咐山德拉一定要待在船中央。可斯宾塞前脚刚下水，山德拉就注意到了不远处的救生圈。等斯宾塞拿着淡水回到船上时，发现山德拉又不见了。他大声呼喊，听到了船的另一侧传来呼救声。原来山德拉本想拿到救生圈就返回船上，可早已精疲力尽的他被暗流越推越远。斯宾塞来不及多想，再次跳下水。在斯宾塞的帮助下，两人再次脱险。简单的补充完淡水后，山德拉情绪开始崩溃。在生死面前，浪漫的爱情也无法支撑他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斯宾塞只能尽力安慰山德拉，因为在发现老船长死后，斯宾塞立刻发出了求救信号，所以他们只要坚持住，就能等来救援。但茫茫的大海可不会放过他们。没多久，小船周围就聚集了数条觅食的鲨鱼。画面一转，雅各布伤势恢复得不错，并且卡拉已经把斯宾塞回家的消息告诉了他。雅各布知道复仇的时机到了，他让赞恩抓紧时间招募牛仔，扩充黄石农场的战力。与此同时，卡拉与治安官在招聘畜牧官，但大部分都是不怎么靠谱的混混。Mama never talked to me like that. Maybe she should have. Ain't a fucking woman on it. 所以一天下来，他们只招到了4个合格的畜牧官，这与雅各布预期的20名畜牧官相差甚远。为了家族的安全，卡拉不得不把雅各布重伤的消息告诉治安官寻求帮助。而雅各布知道，卡拉他们根本找不到20个畜牧官，可富商和洋官已经扼住了黄石农场的咽喉，所以他才让赞恩招兵买马，自己要亲手干掉洋官来复仇。卡拉不想让雅各布再次犯险，但固执的雅各布根本不听劝阻。正在此时，治安官带人来到农场，面对治安官的劝阻，雅各布彻底失控，他必须用属于达顿家族的方式复仇，这样才能震慑那些觊觎黄石土地的强盗。但治安官是雅各布多年好友，他自然不会让雅各布以身犯险，他会找机会立刻逮捕洋官，自己无法亲自复仇。雅各布非常生气，但面对家人的关心，雅各布无言以对。冷静过后，雅各布向妻子卡拉表达了歉意，他报仇并非为了发泄私愤，而是为了家族，为了妻子，为了保住这片土地。他不想这片土地被钢筋水泥占领，他要为后代留下一片净土。卡拉终于被雅各布感染，不再阻止他的复仇计划。而另一边，扛到夜晚的斯宾塞两人终于见到了希望。熟睡的山德拉被远处的汽笛惊醒，他看到远处一艘巨轮缓缓驶来，山德拉连忙叫醒斯宾塞，两人兴奋地大声呼救。斯宾塞朝天开枪，希望对方能听到，但声音还是太微弱了。巨轮缓缓地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就当两人绝望之时，汽笛再次响起。是的，他们获救了。这是一艘美国军舰。获救的斯宾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军舰上迎娶山德拉。在舰长的见证下，两人完成了婚礼。斯宾塞和山德拉军舰旅程告一段落，他们被放在了意大利。斯宾塞订了周4的英国游轮。就在两人你侬我侬时， Alexandra? 原来是被自己抛弃的未婚夫一家。这个英国贵族正恶狠狠地盯着抢走自己女人的斯宾塞。小贵族不甘心，他要和斯宾塞决斗。I challenge you. Arthur! Enough! This is not the place for it! You have no wish about you! He knew of my engagement!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Your challenge, sir! 而斯宾塞深知这是英国人的地盘，一再忍让。可这小贵族的嘴巴比公厕还脏。 Go, go, run away with your whore. Run away with your fucking whore!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Challenge accepted. Choose your weapon. You choose. 小贵族选择了最擅长的利剑做武器。山德拉想劝斯宾塞停手，但这是荣誉之战，是个男人就不会退缩。不出所料，花把式的小贵族根本不是斯宾塞的对手。 Spencer! 斯宾塞不想把事情闹大，把小贵族拖到了老伯爵的身边。 Enough, son! I do not yield to you! I do not yield, you Yankee scum! I do not yield! Overboard! 随着小贵族坠海，船长只能暂时逮捕了斯宾塞。在老伯爵的强压下，船长以私自决斗为由审判斯宾塞，而船上都是英国贵族，根本不会有人为斯宾塞作证。第二天，斯宾塞被驱逐，而山德拉则会被强行带回英国父母的身边。这对新婚夫妻蜜月还没过完，就要天各一方。山德拉在斯宾塞离开之际，大声约定会去蒙大拿与他相见。另一边，蒙大拿已经是深冬，而这天，雅各布重出江湖，他带着牛仔们来到镇上，目的就是告诉全世界雅各布达顿还活着。接着，顺道
和治安官逮捕了杨官，可杨官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此时他已经彻底的傍上了富商，而富商才刚刚当选联邦政府新设立的矿业委员会主席。果不其然，富商得知杨官被捕后，立刻聘请了全美最好的律师，并且收买了当庭法官。就这样，杨官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You fucking coward. Trying to settle this in court. I'll show you, coward. I'm guessing the blonde didn't make it. 除了杨官，雅各布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解决。他现在需要钱来扛过冬天，可当地的银行早已被富商买通，根本没人愿意再给黄石贷款。第二天，富商便来到黄石，原来银行的朋友把黄石现在的窘境告诉了富商，富商立刻从银行手里把黄石的债务全部买断，并且当面告诉雅各布，如果年底还不上钱，黄石农场到时候就是富商的了。雅各布虽然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奈，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斯宾塞尽快回来，挽救黄石农场，拯救达顿家族。